都是什麼人啊？四象人，我见过一次。玄武。哦，神魔鬼样的，怎么还穿着丧服啊？听说玄武主丁奎人好像很不怎么样。是星南门的人吗？我们来此有事要商量，把灭煞大会的请帖交出来。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在客舍打劫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我们要请帖，就是看不惯你们巴巴的给霍连涛那伪君子跑腿卖命。那霍连涛举行灭煞大会，你们还送一车礼物过去。哎，你姐这是到底管不管啊？他是来找人的，又不是来打架的，这狗咬狗的事儿，干嘛要管？难道你想咬一口？我们就是路过，遛遛霍连涛的狗罢了。紧张什么呀？我们新南门也是一代武林世家，不许你这樣诋毀。喲，小妹妹，你是誰呀？朱老门主在的时候，朱家勉強算得上是武林世家。自從朱老門主癱瘓在床之後，你們活不下去，都改行商為生了，還有什麼資格說自己是武林人士？再看看這個病秧子，從小習不得武，柔弱得像個大姑娘，哦，還不如姑娘，怪不得要給霍連濤獻媚。要不是霍家照拂你們，恐怕你們朱家都活不下去了吧？你們說我就罷了，在這凌凌地界，大聲妄議霍爾堡主，就不怕招來禍端嗎？禍端？他霍連濤是怎麼當上的堡主？你們不知道嗎？區區一個地煞，還沒到呢，這霍連濤就嚇得屁滾尿流的逃了，拋下霍家堡偌大的基業，這是個什麼臭不要臉的混賬東西，還好意思發什麼滅煞英雄帖？識相的話就把請帖交出來，讓我們替你們去好好會會霍連濤這老兒。小兄弟，別緊張嘛，我還能吃了你們少主不成？你們與霍爾堡主有仇，大哥找他分說，我們不過是小小生意人，又得罪你們什麼？爾等不敢找上正主，便拿我們出氣，這算什麼？恃強凌弱，欺善怕惡，就憑你們也想一手遮天不成？我再說一遍，把請帖交出來，今天放你們一條生路。請帖上刻的是我們朱家的名字，我就算死，也不會交到你們手上拿去招搖撞騙。惡賊，不僅入我家門，出手還如此狠毒。朱公子，是妹妹重要還是請帖重要？你可得想清楚。放開我妹妹！这一路上，我可听不少人說過，這個滅煞大會其實就是個奪寶大會。那個霍連濤把海天一色的水波紋都印在請帖上了，就是號召大家來奪寶的。怎麼會？霍連濤怎麼會有水波紋的信物？他要是有，怎麼不佔為己有呢？哎呀，姐，不然為什麼剛剛那些烏龜門的人要搶人家的請帖啊？你去問那個星南門主，看看他的請帖上是不是有水波紋。你就是星南門主？啊，不是，我姓朱，
叫朱晨，我父親才是新南门主。他本是個了不起的人物，但不料一次行商遭人暗算，至今只能癱在床上。哦，那你就是兴南门的少主了。霍连涛给你发请帖了？是，因为我从小体弱，武艺不济，为了父親和妹妹，只能依附霍家堡，在霍家堡的地盤上行商。這次就是去幫霍家堡主撐個場子。哦，對了，剛剛還有多謝姑娘相救，不知姑娘尊姓大名？48寨周斐。48寨李岩。你們別害怕，我只是想進來看看，我不會搶你的請帖的。沒事，林伯。那。他果然是朝這個來的。誰？哦，謝了。姑娘，剛剛攪擾了您吃飯，我給您準備了一份健康特產，聊表謝意。我不用了，我不餓。剛好我餓了，我替阿偉謝謝你。小二。哎，來了。千岁幽先生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啊？霓裳夫人，啊，好久不見，這麼巧啊？巧嗎？大家不都是特意來這兒的嗎？怎麼能說巧呢？說透了，不就不好了嗎？我就是來見識見識。他是衝着滅煞大會去的，那還能不能快點找到他？最近各地武林人士湧入零陵城，都是為了來參加這個滅煞大會的。姑娘即便知道水貂要去滅煞大會，但是要在這麼多人裡面找到他，恐怕也要花些時間。姑娘要找的這個水貂滑得很，衣食住行都躲着我們，小的已經是黔驢技窮了。那姑娘，既然你着急的話，我先去請示一下幫內長老，讓他再想想辦法，多加派一些人手。辛苦了。太好吃了吧，这也！这健康的名吃果然名不虛傳，你快過來，快過來！天下10分美味，5分都在健康。周姑娘也知道這句俗話，難道也去過健康嗎？以後有機會啊，請你去健康玩吧。天下10分美味，5分都在健康。哦，我沒有，只是我有一個特別講究吃的朋友。是健康人。阿肥，你說的是謝大哥吧？謝大哥，吃你的吧！你怎麼這次一個人啊？小斐斐呢？哎呀，我這不是一個人行走江湖慣了嗎？那個帶着小姑娘多麻煩啊！影響我風流瀟灑的形象。是嗎？這年輕人口是心非，可不是什麼好習慣啊！別回過頭來錯過了，也說不定哦。怎麼會？我躲還來不及呢。躲？你這要說躲，
那你得知道人家会找你才叫躲呀。你就这么肯定他会找你啊？怎么了？这一向能言善辩的千岁优也会语塞啊？人啊，活着可别自己骗自己。如果注定没有结果，不躲又能怎么样呢？霓裳夫人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以后要是有了什么新的曲子，再去一班找你。千岁优，有些事不要总想着结果，你想要的结果未必是人家想要的，不如遵从自己的内心吧。走吧。48寨的周姑娘也来零陵城了，怎么这么巧？有什么巧的？现在各路武林人士涌入零陵城，都是为了参加灭杀大会的。那咱们公子不也……还好意思说？可惜周姑娘也是在打听谢公子。子琛怎么在零陵城？难道他们俩没在一起吗？那谢公子既然不在那儿，您去见他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要是周姑娘知道些线索呢？哦，对了，一会儿见到周姑娘，客气些。上次要不是周姑娘伸出援手，我们也难以从华容顺利脱身呢。是。谁？义兄，你吓我一跳。子琛，我等你半天了，好不容易等到白先生不在的时候来。时间不多，我常和他说了。义兄为什么要挑白先生不在的时候来？因为白先生是行教帮中人，他现在满城的找我，如果让白先生看见，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他们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找我了。我问你，你来零陵城做什么？是霍连涛邀请你来的吗？也不算邀请吧。霍二堡主要开灭杀大会，我就想着，如果能借此机会效仿古时孟尝君，团结武林中的义士仁人，赢得他们的信任，总对家里没坏处吧？哪来那么多的义士仁人？就算真有的话，能出现在霍连涛的灭杀大会上吗？为什么？别再问为什么了。现在零陵是是非之地，等白先生回来，你们赶紧走。为什么义兄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？为什么？打住！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总之，我言尽于此。那我不問了。義兄，不然你跟我們一起去吧。有你和白先生，霍二堡主又是老朋友，我們還怕什麼？你看，我在你房間裡待了這麼久，白先生的人都沒有察覺，你當真覺得沒有危險嗎？啊，
白先生刚刚跟我说，48寨周姑娘就在零陵城，他带人去迎一迎，回来就好了。什么？阿斐来了？对啊，义兄你不知道，他是南刀传人。白先生说，当时在华容，多亏了周姑娘出手相救，拖住了地煞，不然啊，我们……义兄。 姑娘请。我们帮那白长老来了，长老说姑娘是他大恩人，所以想亲自过来拜访。白长老，多谢周姑娘上次援手之恩。客气了，白先生。不知您找我有何事？啊，听说姑娘在找谢公子，其實我們也在找他。 但是謝公子的行蹤着實詭秘，只知道他也來了零陵城。對，剛才幫裡的兄弟來了消息，說他要去滅煞大會。你們也在找他？對。你們找他有什麼事兒？不瞞姑娘說，我家殿下聽說水波紋的事兒，非要來零陵城參加這個凶極難料的滅煞大會。我們這些人都勸不住，想着若是謝公子能出面勸一下的話。 那就太好了。你們家公子也要去滅煞大會啊？是。那他們相交甚好。若是你家公子遭遇險事，他必定不會坐視不理。你家公子在哪兒？我這就帶你去。謝公子說了，姑娘是自己人。家臣在，你先去通報一聲。是。啊，這邊去。好。 謝梅梅啊，謝梅梅，好好的南疆你不去，非要來這零陵。没什么，走吧。你看什么呢？多謝姑娘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來世做牛做馬以報。好了好了，千歲優大人，你那些話本裡的詞兒啊，還是省省吧。那我再換一種說法，多謝姑娘救我脫離苦海，大恩宛如再造。這還差不多。上回見你跟周姑娘還是秤不離砣的，怎麼這回就成苦海了？嗨，這自古都是新人從門入，故人從閣去。您與姑娘見的還不夠多嗎？這樣說，那倒是可惜了。可惜什麼？可惜謝郎你這樣的好郎君，竟然要被辜負了。辜負談不上。阿斐是個好姑娘，是我命不好，配不上她。你為何總是扮成千歲優那副怪模樣？你們與一般姑娘那麼多，我若是個青年男子出入，多不方便，還是少惹麻煩為妙。還是那句話，多謝姑娘救命之恩，
大恩大德，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。只是今日我有要事在身，就此别过。咱们山长水远，后会有期。哎，这人到底在躲什么呀？谢妹妹，你其实心里还是希望他来吧？可见到了转身便跑，他不追来了却又，真是可笑啊！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。老人家，身子骨不错嘛，挺精壮的。不碍事儿。还坐什么马车？你这个小姑娘啊，对老人家有点不太礼貌啊。结果，怎么不敢看我？你跑啊！你架着我，我怎么跑啊？你还当真想跑？那行脚帮的人是你找来的？是啊，但是你不太好抓。行脚帮一帮人花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堵着你，也挺砸他们招牌。不过我想好了，若实在不行呢，我就去霍连涛什么大会上去堵你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我刚才上了马车你就知道了？然后一直偷偷跟到了这儿。阿飞，你这算胜之不武，要不然我们重新比过？小美人，怎么数日不见，一见面就动手呢？了不得，你这是疯狗式的断烟刀。真这么生气啊？阿飞，你伤好点了吗？你在48寨的时候同我说过，天下奇毒之首，透骨青。中此毒者，会从骨头缝开始变老，人死之时，周身好似被冰镇过。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？啊，我是在江湖上待多了，就。别说了，说了我也不相信。可能是因为我博古通今，天下奇闻无所不知吧。那日我想问你武功来历，你出手点我昏睡穴，把我弄晕了，是什么意思？那时你受了伤，妹妹，受了伤的人是需要休息的呀。你老追问那些不重要的问题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有谁受得了啊？谁能让你睡了？
48寨裡百廢待興，你怎么有功夫到这零陵城来凑热鬧？好久没见我娘了，我才匆匆见她一面，就偷溜下山，一路随着行脚帮给她似是而非的消息追着找着。你还好意思问我，怎么这么有闲工夫来凑热闹？他就是来找我的。我当然是为了霍连涛请帖上的水波纹来的，不然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？数月前还讳莫如深的海天一色，在短短时间里就被多方势力所追查。霍连涛的一封请帖，是要将此事闹到人尽皆知的境地，连地煞都知道48寨有2件幸，我不主动追查，难不成等着被卷进来吗？这个答案你可满意否？阿飞，我全武术来了！是啊。现在就能躺进那棺材里的，做什么要耽误他呢？你什么？你说呀！我让你瞧那边。这四象山的玄武主。刚一进城就搞这么大的阵仗，看来他是要来闹事的。哎，你该不会还不知道这四象山玄武主是谁吧？我知道啊，当然知道。我不但知道，我还打了他座下的几条疯狗。哎呀，你这个姑娘，不轻易惹事，这一惹事，惹的就是个大人物。那又怎么样？不过是几条座下的疯狗。揍就揍了，难不成还要跟谁打招呼吗？你呀，就是太不知道。48寨的时候，你偷袭我，现在我暗算你一次，咱们扯平了。腿这么长，笑一截得了。你看，这便是零陵城了。这丁奎，到底为什么非要抢我的请帖？四象山的4位主人，青龙主郑罗生阴险狡诈，朱雀主穆小球乖张古怪，白虎主冯飞花是非不分，玄武主丁奎喜怒无常。我们兴南门小门小户，他自然要捡软柿子捏，想混张请帖，光明正大的去灭杀大会。只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这么大张旗鼓，
看来这零陵城的天真的要变了。那个是周斐吗？好像是。推了个什么玩意儿？周姑娘，你这是？捡了个血小曲的爹。周斐，阿斐，干嘛去了你？楚楚，来，你来的正好，过来搭把手。我帮你吧。不用。我妹说了，不要。你这是？老板，开个房间。这小老头怎么这么沉啊？这是谢公子，什么情况啊？他这个脸……啊，你这说来话长。姐，你把他打残了！李岩，站住！回来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不对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哥，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去找暗桩回山吧，马上滚回48寨。你好歹是他哥哥，你能不能对妹妹温柔一点？你们48寨的人坏得很，一个两个，能不能对自己妹妹善良点？哎呦，李大壮，你现在可以了啊！把人卖了，还有人帮着数钱呢。上回看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出头。表哥，我听闻羽一班最近就在零陵城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请一下霓裳夫人？哦，行，没问题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去吧。我们堡主说了，今天不见客。去跟你们霍堡主说，我知道他有海天一色的消息，但是让地煞盯上了，所以才要找人共同对抗地煞。我丁魁愿不计前嫌，与霍堡主联手。霍家是名门正派，不会跟你这等四象山的败类为伍。丁老贼，你今天就是杀了我们也进不去。这影壁后面的树林是按照奇门遁甲阵布的。是当年奇门冲霄道长特意为我们堡主设计的，一般人进去，一辈子也出不来。好，回去告诉你们霍堡主，我自有机会杀了他。不过这次，堡主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对，自相残杀。我已经在冲霄道长布下的树林迷阵中埋下了火油，就等这群武林人士步入其中，我就把他们一锅烧死。妙计，妙计呀！江湖傳說霍堡主愚蠢魯莽，現在看來也沒那麼笨呢。
都出来吧。有你在，海天一色便是我四象山囊中之物。丁魁，你在那儿自言自语、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你我联手，共去那灭煞大会上威风一把。不去。穆小乔，我知道霍长风对你有一饭之恩，但这么多年你在他身邊出生入死，也算還清了。更何況現在霍家易了主，霍連濤成了江湖上的笑柄，就這樣，你還要維護他嗎？我愛維護誰就維護誰。我是來給你送禮的。這人乃是霍家舊寶覆滅時跑出來的，剛巧撞到我手裡。他知道很多霍家的有趣舊事，朱雀主不妨聽完，再決定那滅煞大會上要不要護着那霍連濤吧。微风吹落梅，明月耀清辉。师傅在那邊。夫人，您终于来了。自从认识了你们两个小鬼头，怎么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啊？人呢？在里面呢。怎么会？夫人，您看出什么了？这种毒，我以前见过，是天下第一奇毒。是透骨青吗？可是怎么会？夫人，有什么办法吗？从脉象上看，只要不动用内力，应该还能撑个1年半载。虽然我医术不精，但是还能看得出，他身上的内力在压制这个毒。只要不再动用，应该不会出什麼差錯。你可千萬要看住他。夫人。夫人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劳烦夫人帮忙。师傅，师傅，我当真覺得很奇怪，第一次見留住一個男人要用這種手段的。沒見謝公子都避他如蛇蠍了嗎？或許就是因為千歲幽用情太深了，才這樣躲着吧。那天門鎖也是一方重寶，師傅，咱們就這樣隨隨便便把它送給別人了嗎？在我們手裡有什麼用啊？它不過是塊廢鐵，但是在有情人手裡不一樣。
它就是千金難買的月老紅線。星河随水流聚散，岁岁心念坠落船。想问你平安，却不敢，此生第一次胆寒。半生少年如夢千帆，灼灼星光去不散。此生只有了这牵绊，我怎好獨自安然？還沒帶你縱橫青山，還沒將你的髮輕挽，還沒好好在這紛亂裡糾纏，欠你那把都還沒還。回歸江湖與你換氣不曾怕，等我替你踏遍天涯。巍巍江山為你願把熱血灑，管他又是誰的天下。記恨之雪飄到哪裡才是家？不如讓我把你融化。當初豔陽無心，卻化作前世的鎧甲。是愛無話。你干什麼的？方才这是戴在那人頭上的，你们掉在门口了。我不小心灑了點茶水上去，發現茶水道上面立刻就不冒煙了。我伸手一摸才知道這裡面是冰涼的。我要見見那個中了透骨青的。什麼透骨青啊？沒聽過。你幹什麼的？我叫殷和從，人稱獨一。白天你們抬進去的那個人，身上肯定中了地煞連勝的透骨青，我可以幫你看看。進來吧。謝謝。干什麼呢？這人時日無多了。我跟你說，透骨青3個月之內必能將人凍成一具乾屍，厲害吧？看他這樣，應該是中毒1月左右。不對啊，連勝下落不明，不是已經很多年了嗎？誰下的毒？1個月。
又怎么了？这个人内力怎么这么深厚啊？完全不像这个年龄能有的。怎么练的？怎么练的？不对呀。我知道了。搜魂针。这搜魂针除了坛中百会，还有风火灵台天窗大锥、天窗穴。你看，搜魂针留下的痕迹。这银针本身啊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。就算你是不小心扎破了，那2、3天也早该好了。可是这身中透骨青的人体质特殊，只要你有磕碰，那么皮下的淤血就会被自己冻住，数月不散。这搜魂针留下的印记，那就更深了。不是说用了搜魂针，是为回光返照3刻而止吗？你说的对啊。搜魂针，我明白了。这个人身上的毒肯定是早就有的，只不过当时有人以极其雄厚的内力灌注到他体内，压制住毒性发作，然后再用秘法封住他的经脉。这么说吧，他身上的经脉就是建了一座牢笼。这透骨青是贼，雄厚的内力是看守。只要这看守不擅离职守，这贼就跑不了。但是就是不知道他有什么毛病，自己用搜魂针强行逼出内力。这身中透骨青的人身上奇经八脉运行速度极其缓慢，这搜魂针的回光返照效果也被放缓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我是不是说的通俗易懂啊？他跟我说过，于老是吃了大药谷的归阳丹才解了毒。那我去找大药谷的归阳丹，是不是就可以帮他解毒了？这刚中透骨青的人吃上一颗归阳丹，然后下半辈子不离開水氣豐沛的地方，活到7老8十沒什麼問題。可是他，這透骨青跟他在一起，都不知道度過了多少日子了。這透骨青是個種子，早就種進他血肉裡，生根發芽了。你別說歸陽丹，你就算拿2顆太上老君的仙丹，也救不了。你不是說你有辦法嗎？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？命肯定是救不了，但是說。但是你想讓他剩下的時間好過一點，就千萬別讓他吃熱食，否則就會激發毒性反撲。最重要的一點，千萬不能讓他再動用內力，只要再用一次，我保證，我以性命保證，死得透透的。你是毒醫，你就這點本事？毒醫就是他們瞎叫的，我就是喜歡收集天下奇毒，不會治病救人。要不這樣，我送給你一條蛇怎麼樣？啊？這個人，我好心，你怎麼還動手呢？我可不送了。
是忘恩負義、恩將仇報。完了，忘了問誰下的毒了。下次吧。谁让你多管闲事？管完闲事之后，你掉头就跑，然后死在某个别人不知道的犄角旮旯里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特别为自己感动？谢云。这你干的好事儿啊！此锁呢，名叫天门锁，钥匙分为2层，第1层是锁盖，要按特定的方式才能把锁盖打开。要打開鎖蓋後呢，才能露出第2層的鑰匙孔。所以呢，別說區區一個千歲幽了，就算一邊鎖着李征，一邊鎖着殷文蘭，只要他們不知道解法，他倆也休想掙脫開。多謝夫人。不客氣。這霓裳夫人，可她是個什麼玩意兒？哎，你在幹什麼呢？改天陪你一個。啊，不，
我怎么敢呢？女侠的神龟没有落户在我脸上，在下就已经感激涕零了。你这个人没有别的优点，胜在识相。美人儿，你这……你这全新的姿势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好歹我也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，你这让我出门，不是猫腰就是抬脚的，我上个茅房我都得金鸡独立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看这踢毽子的动作，是不是也太猥琐了？哎呀，要怪就要去怪李胜。嗯。别告诉别人啊。说哪儿？锁这踏板上肯定不行，这么个踏板根本就控不住他。那跟你锁一块儿啊？不行，他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不方便。就是不方便。锁脚上。嗯。那只。完美。一会儿没注意，他就把锁的另一端扣你手腕上，要不然我就直接拴你脖子上。你也不必踢毽子了，啃脚就可以了。行，真是长本事了啊！哎，真是老怀盛味啊！我饿了。有没有吃的？被你追了一天了，迷水未尽呢。行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老板，以后谢公子的饭菜都越清淡越好，全部都要冷的，一点热气都别冒。姑娘，这天儿是热，但这饭菜凉了，这味道不就差了？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吧。谢谢。总比没命强。哎，姑娘，有位杨少侠在后院等您多时了。杨锦。比武就比武，你怎么又使诈？我这算使诈？再来！哎，等，怎么？怕了？杨锦这人，听说一个刀子耳朵能当场长2寸，浑身上下写满了快来骗我，想要脱身恐怕只能靠骗了。你知道我下山是为了什么吗？和人比武啊？不是，是为了海天一色。什么色？海天一色，
這是一筆遺產，裡面收容了因天災或是人禍分崩離析的门派遺物，还有什么龟阳丹，你听过吗？吃了能增加人的内力。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除了大药谷，其他门派的武功典籍也是应有尽有。哦，像我们都知道的山川剑，还有我外翁的男刀，都在里面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众家之长，集大成者的意思啊？典籍，你外公的刀，集大成者，这地方在哪儿？那就要去霍连涛的灭煞大会了。那走啊！走啊！你先去。那我先去，我上去收拾收拾啊。是个不错的打手。像阿斐这种鬼话，也就只能糊弄糊弄杨戬了。吃饭了。哎呀，哇！可以啊。这饭菜怎么都是凉的呀？我问过了，像你这种情况，最好吃冷食，否则热汤一激，容易加速毒发。是哪个不懂装懂的告诉你啊？毒医鹰和从。怎么？他说的不对吗？他还说什么了？还说大药谷的归阳丹对我没什么用。你早就知道了？怎么，你以为我追查海天一色是为了归阳丹啊？我追查海天一色是奉仙人一命而已。你也不想想，这大药谷都覆灭多少年了？当年于老吃的也不过是剩下的几颗流传在外的药而已。于老服下归阳丹的时候，都還沒有你呢。你也不看看，這都過去多少年了啊！不管什麼藥都長毛發霉了。再說了，又不是長生不老丹，你說是不是？好像是這麼個理兒。以後有熱的還是給我吃口熱的吧。這東西跟那黑牢裡的餅比，也好不到哪兒去。你想死得更快一點嗎？不想。但是你每天給我吃這個東西，我恐怕就想死了。那我陪你一起吃。阿斐，你不用這樣。我現如今的情況是我心甘情願的，而且跟你也沒有什麼關係。哎，那你不好奇，為什麼我的內力如此深厚嗎？你的內力之深，是我生平僅見。在江湖上，
給我這種深不可測感覺的只有2個人，一個是枯龍手段九娘，另一个是地煞之首沈天树。但你一定会想，我这个内力绝不是我这个年纪该有的，对不对？想必你也猜到了，我这个内力啊，不是我自己練的，是我師叔強行用真氣打通我的周身經脈，將畢生功力分毫不剩地傳給我的原因。以你的出身世家，自然也明白，一個內功深厚如斯的人，耗盡了畢生修為，必然也只有油盡燈枯一個下場。這就相當於是一命換一命。是啊，我這半條命就是苟延殘喘、不孝之命。只要我還活着一天，王林將軍留下的安平軍就要戰鬥一天，因為他們總覺得，只要蕭家的後人還在，我朝的江山就還有光復的可能。所以啊，我這也是禍害天下的不忠之命。既然不忠不孝，多活一日已是多餘，對不對？況且對於百姓而言，只要能夠安居樂業，誰當皇帝又有什麼區別呢？那日在四象山，若你不是剛好前來把我放出去，我本來也是打算用自己的武功的。因為你的緣故，我才陰差陽錯的多活了1年。48寨的事情，只不過是還你一個人情而已，不必太過介懷。原來你跟我扯了半天閒話，只是怕我介懷而已。就算你不是為了我而毒發，難不成我就能不管你了嗎？我偏要管。你看什麼看？再廢話，你就別吃了，餓着。我相信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沒有歸陽丹，指不定還有歸陰丹。如果我是你，大藥谷也好，海天一色也好，我會一直追查，查到死。就算最終功敗垂成，我也能閉上眼。20年後，我還能頂天立地。你以後再有那種話，最好憋着，別逼我揍你。卻不能將這日月度啊，也曾怕那江湖洋洋，這年歲又何必不輕狂？幾分煎熬，幾分張揚，一瞬煎熬，一生榮耀。水一戰是我的驕傲，紅塵落起我年少，攜你怒馬盡出鞘，富貴名利皆可拋，無愧於心最重要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我的手和腳都青了，誰來救救我呀？這怎麼吃飯啊？飯都吃不了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。哎，又是你啊！這麼晚了，我以為你睡了。有事說事。女俠，我這到了零陵城，一個好覺都沒有睡過。之前為了躲行腳幫，好幾天都沒有洗澡了。你聞，全是汗臭味，都臭了。真香。哎，怎麼說我在江湖上也有個千歲優的名頭呢？女俠你就行行好，
給我一桶熱水洗個澡唄。好啊。啊，这锁，洗个澡而已，不必解锁。啊？你放心，这锁啊不会生锈的。霓裳夫人给的东西品质有保障，童叟无欺。我想你应该也领会过了。手，一只手不方便。怎么不方便啊？就挺不方便的。那我再多给你加2只手吧。这多不好意思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真不好意思。我叫李胜来帮你。喂，阿凡，阿凡，喂，阿凡，我跟他怎么想？哎，别偷看啊！小心我告诉楚姑娘你有怪癖。我偷看你？我偷不偷看你跟楚楚有什么关系？你告诉她干什么？哦，原来你只是把她当姐妹啊！姐妹？我什么时候成姐？嗯？你疯了吧你？喂，你去哪儿？喂，把锁给我解开！我突然想起来，阿斐千叮万囑告訴我，你肯定會想方設法把我氣走。嘿嘿，我不會上當的。來吧。誰氣你啊？哎呀，別玩水啊！哎，什麼玩意兒？哇，哦！哎，讓不讓我洗澡啊？你這手！哎，等會兒，借手一用嘛。你多大了，屬鴛鴦嗎？你還玩水？你洗澡不這樣，更何況我就只有一隻手，多不方便。這個手用一用，不然我怎麼洗啊？哎，舒服。你看，這是不是挺不方便的？一會兒換衣服怎麼辦？等會兒，我去後面，去屏風後面守着你。我這一隻手怎麼穿衣服啊？等會兒我給你解開。真解開？解開。行，謝了。哎呦。謝公子啊，你別看這周斐身體小小的，但他脾氣倔啊，他倔起來堪稱一頭老母牛，在我們48寨那是從小出了名的。這個我看出來了。不過以前他就只是脾氣倔，倒也沒什麼。但怎麼認識你之後，我怎麼覺得他越來越缺德了呢？哎，你怎麼瞎說呢？昨天看他想出要把你的手和腳綁在一起這麼損的招，我就在琢磨呀，你說這師傅教出來的徒弟，這是不是徒弟又害了師傅呢？
謝公子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怎么穿这么久啊？还没好？糟了！巧了，兄弟侠，你也来赏月啊？刚刚你洗澡的时候我就猜到了，你要出来赏月。看来你哥说的对，我这真是教坏了徒弟，害了师傅。别动。好，不动。你老实点儿。女侠早点休息。早点休息。女侠慢走啊，早点休息，做个好梦。明儿见，晚安。我呢？你呢？睡觉吧。别呀，让我再来伺候伺候你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来嘛！李大侠，我错了。谢公子怎么不错呢？别，错了。老实点儿。